打火机已经出现了许多个年头，今天的打火机除了造型上还有一些小功能之外，那它还有哪一些可以创新的地方呢？我们不妨重新想象一下。上一期我拍过一个打火机的视频，那么我们就今天重点讲打火机，看看打火机还有哪一些创新。我身边刚好也没有带打火机所以呢我就只能凭空想象了。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也没有去准备，所以呢一切都靠即兴表演。那么打火机它的主要用途就是取火，火在远古时期已经作为一种刚需的存在，所以呢一直流传至今。虽然是取火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但是取火它是一直存在的。虽然我们现在打火机主要的用途很多时候都是用来抽烟或者是用来庙里点香各种各样的或者是家庭中有时候需要点到用到这个打火机，用到取火的时候，我们才会拿出打火机出来。那么打火机它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创新呢？我们不妨一起来思考。我在想呢，我看过市面上有一些打火机也多出了一些功能，比方说一些集合了是验钞机的功能，还有一些集合了一个小电筒的功能，还有一些做成一个工艺品。所以呢，我在想呢，做成工艺品的人，他真的是比较聪明的，因为他赋予了它更大的一个艺术价值，还有收藏价值。其实每一样产品越过一段时间，它都会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只是这个价值大或小的问题。所以今天的打火机呢，或许在以后还有一个更大的收藏价值。所以我们不妨重新把打火机定义成一种有价值的工艺品。比方说，我们可以把打火机做成陶瓷类或者是精雕类的形状，比方说用某一种材料把它做成艺术品，我想这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的。再一点呢，我们从刚需的方面来解析打火机的本质。打火机它存在的意义更多的就是为了取火嘛。那么我们能否把这个打火机的取火方式发生一些改变，或者是说取火它用的材料不单是那些汽油或者是水油之类的。现在的市面上也出现了一种就是用 USB 充电的电子的打火机，这种打火机也极大的改变了我们对安全的问题进行重新定义。所以呢这种电子的打火机呢，有些是可以上飞机的，相对来说它比我们传统是用汽油用水油类的打火机要安全了许多。所以我们不妨可以重新去想象打火机它还可以用什么来代替，因为它的本质就是取火。所以从取火这一块呢，我相信它还会有很大的一个空间的。或许我们现在每个人手上用的手机，它也可以有一个取火的一个功能，这是可以存在的。我觉得这是可以存在的，因为现在在这个社会上，基本上除了青少年、成年人，大部分都是人手一机。那我们已经有一只手被手机给控制了，或者是说我们已经习惯性用一只手握着手机。那么这只手机呢，它应该赋予更大的功能，更大的价值。上一次呢，我看过一个做电子产品的人在这里呢，我就不说是什么东西了，因为这个产品巧妙地洞察到人手一机，所以呢，他做出了一个电子产品，让大家能够用另外一只手握着它的产品，然后去使用。所以这个设计是非常巧妙，非常人性化，也是只有那些真正去洞察人性的时候才可以发现这样的一个价值的。所以呢，现在也有一部分人一旦用到这个产品之后呢，他就经常把这个产品握在自己的另外一只手上，然后另外一只手呢就拿着手机不断在用。那这样一个产品让我们发现了什么呢？就是手机占据了一只手，还有一只手是巨大的蓝海，需要我们去占据。只要巧妙的应用，让它不妨碍左手跟右手相互使用的时候，这个存在
它是有价值的。所以呢，我想现在的打火机也可以占据到我们另外一只手，所以我们可以用取火的功能集合到另外的一些产品上，让另外的产品赋予更大的功能上的使用。所以取火这一类工具呢，它是可以存在很长很长的时间的，除非我们要用到的一些产品，它是可以自燃性的。比方说我们要吃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抽一些东西，那它是可以自燃的，那我们就自然不用到取火这一个功能了。所以我在想，未来取火这一个功能呢，它应该是多样化的，它是可以集合到我们身边现在目前常用的一些产品上。比方说我们平常用的钥匙，它也是可以集合这个取火的功能的。再比方说我们的盆子、盘子，它如果有取火需要的时候，它是可以集合这样的一个功能的。只要我们敢大胆去想象、大胆去设计的话，我相信取火这一项功能它是可以多样化的。说不定在未来，打火机已经变成了一个历史，因为身边的许多日常用的产品，它都具备了一个取火功能。那么取火这一项功能呢，它又晋级到更大的发展空间上来了，因为它都是多样化的。所以回过头来看，我觉得现在的打火机它有两个发展方向，一个发展方向就是集合到另外一些产品上，另一个发展方向就是做成一个工艺品。那么这个工艺品呢，它是可以多样化的，它是可以越来越多样化的。虽然市面上现在是有一些工艺类的打火机，但是这个市场呢还远远不够，它一定是一个非常大的蓝海空间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的工艺类打火机，它的形状还有那个材料还有那个艺术价值，远远还达不到我们更期待的那个空间上来，所以它一定有空间的，我相信这一点。就比方说一些应用场景上，或者是一些游戏上，我们可以利用游戏的各种人物来做一系列的打火机，或者是说我们在历史上找一些人物来做成有一个集合了一个打火机的功能。比方说108好汉设计成打火机的功能，那么这108件产品呢，它就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收藏价值比方说我们不单是在金属上，或者是在陶瓷上，或者是在其他材料木头上，把这108好汉制作成一个艺术品，用新型的材料制作成新的艺术品，那么它就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商业价值了。然后再把这样的一种艺术品应用到商业上，我想它是有市场的。再比方说打火机还没有问世之前呢，我们是用什么来打火的？没错，就是火柴。当下的火柴呢，其实它更大的价值不是取火，而是我们把它做成工艺品，或者是艺术品来收藏，或者是把它做成一个看起来很高大上的一个产品，然后在某种特定的场景下进行应用使用或者是摆放在家里的一些比较显眼的位置让亲戚朋友来我们家里，或者是在公司里面看到你有这样的一个火柴盒，看起来很有那种复古感或者是很有科技感也行。那这样子火柴它就赋予了一个更大的价值。比方说有一些火柴它把它做得很大，然后摆放在公共场合，或者摆放在家庭里，就这个火柴盒它就赋予了更大的一个价值了。所以呢，我在想的打火机它现在是大部分都是比较小，我们不妨把它做得更大一点。虽然现在是有一些差不多是这么大吧，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做成再大呢？变成了一个更大的工艺品或者是艺术品呢？
我想呢，这是可以去想象的。所以呢，每一样产品，只要你把它变宽，或者是变长、变大，或者是变小，或者是降维，或者是升维我们来重新定义的话，它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想象空间的。任何事，我在想，只要我们懂得去思考，懂得去想象，懂得去创新的话，每一样产品它都是可以赋予更大的价值的。如果从商业角度来看，我想打火机它是可以做成一个收藏店的，然后这个收藏店呢，我们可以收集各种各样的打火机，把它集合到一起的时候，那么这个店它就有了一种商业价值。我们可以收藏市面上各种各样的打火机，然后把它陈列在这个收藏店里面，然后再进行线上或者是线下的一种营销。比方说，我们把产品上传到线上去，然后每天对某一件打火机进行一个直播，讲它的历史，讲它的现在，讲它的未来，那么我们就可以打造一个打火机的专业的人设。那么我想你把这个人设建立起来之后呢，它的价值它会变得非常大。最起码的这样的一个店的存在，它是有一个独特的 IP 的。那么有 IP 的存在，你就有粉丝，有粉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去转换，然后与更多的人一起来进行打火机的一种新的创作。再比如说，我们可以把每一样打火机进行评测，或者写成文章，然后发表到公众号上面来。所以呢，我在想，这样的一个存在，一定是很有趣的。所以任何一件产品，只要你把它打造成独特的 IP 的时候，是可以创造更大的商业价值的。比方说可以与许许多多的品牌进行联动，许许多多的产品进行联动，一旦有联动的时候，它就可以创造更大的一个价值。我在想呢，这种是有可能发生的。我们不单是可以把打火机做成实品，也可以把它做成虚的。比方说做成一种贴纸做成一种贴纸，我们可以贴墙上、车上，或者是其他应用场景上。我们也可以把它做成一种比方说 T 恤、服装，那也是可以的，也可以应用到各种各样的场景下来。只要我们不断的去思考，不断的去挖掘，我想其实打火机这个 IP 呢，它是可以做得很长远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希望能给你带来启发。在这里呢，我说一说题外话，因为我录制每一个视频呢，我都是没有提纲的，也没有去计划这个视频要怎么拍。对每一个产品我都没有先提前思考计划要去怎么做，因为我觉得只有站在镜头前的时候，我才能够诚心去想象每一种产品都是即兴的，有一些说不对的地方，也请大家多多的提示，这样也就帮助了我把视频录制得更好。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就请点击关注、点赞、评论，谢谢。